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，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啊。现在我们有个粉丝来找我修脚，他是去年呢找我刮过脚皮的，然后有灰指甲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做一期灰指甲康复的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去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脚皮上面有很多的脚气，脚皮特别厚。当时我给他刮的时候记忆犹新，刮了非常多，然后呢刀片都使用了2个。后来呢，当时因为他是在外地上班，不方便来搞这个脚气和灰指甲，所以一直拖，然后就拖到现在。他这个现在脚气呢，也在我们这里拿过产品泡过了，现在也变得很光溜了。我已经刚刚给他修薄了，然后来看一下灰指甲。因为灰指甲呢，它真菌感染比较厚，所以它这边有这个脚是有4个，然后这边左脚这边是有1个啊，典型的就是真厚，里面是粉末状的，发黄发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稍微给它修薄一点，因为今天要包这个软化膏，我们不能修太多，修太多的话容易冒血，它就不好操作。修这个灰指甲呢，我们不能一下把它修多了，修多了一个是阻力大，特别疼；第二个就是容易冒血。我们现在把它修薄一点，有利于这个软化膏的渗透。后期呢，过1个星期来的话，它指甲就特别薄了。这个我现在使用的刀叫修刀，然后刀法叫奔刀法。修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，一片一片的修下来。像这种比较厚的指甲呢，一般在家里面自己是很难处理的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说你用指甲剪这个指甲的时候，剪了坏指甲的指甲剪，再去剪好指甲，或者是你的家人共用这个指甲剪，它就很容易传染到其他的指甲，或者是家人的正常指甲上面来。所以灰指甲在近亲之间是特别容易传染的。家里面如果有宝宝的家长呢，就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和宝宝不要共用这个指甲剪啦、毛巾啦、拖鞋啦、盆之类的。然后自己脚上有脚气和灰指甲啊，尽量早点把它康复好，因为它这个灰指甲基本上很难治愈，它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，免疫力的降低，导致你指甲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凹凸不平、变形之类的。那这个指甲就很硬，要用比较大的劲儿才能把它修短。如果不把它修薄，就基本上很难修短。我们现在来把它修薄，等会儿包软化膏，然后到了后期来做一个整体的杀菌，让它的健康的指甲出来之后能够得以保留。好，这个大指甲是正常的啊。修正常的指甲就比较简单了，像这种指甲两边不疼的啊，我们就不要挖，把它剪短一点就行了，两边不要挖。好了。像这里有一块剪，我们带着把它修2刀，穿皮先磨起来。啊，正常的指甲我们把它修短就行了。这个就比较厚了，这个里面黄色的全部都是被侵蚀的指甲板。像这个粉丝的指甲是坏了5个小指甲，它的康复周期呢大概是3到4个月。如果是年纪大的呢，它这个康复周期基本上需要翻倍，就是半年到1年。灰指甲只有等它完全的去干净了之后，它用杀菌的产品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渗透效果。这个指甲的内侧有点甲沟这里有一点坏了，给它顺带着修一修。轻微的坏了啊，这个指甲已经。
首先我们用这个胶布把旁边的正常皮肤给隔离开来。第一是隔离，第二是等会儿上软化膏的话，防止它挪动。OK， 好。好了，这个帅哥的脚趾头已经全部给它包好了，很可爱的样子，萌萌哒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拜拜。